朝堂上，曹操当着吕布的面要把貂蝉脱光许配给我，可我不仅不高兴，反而满脸担忧的看着被脱光的貂蝉。这一切只因我穿越三国，拜入了水镜先生门下，成了诸葛亮的师弟。但我向来对45经提不起兴趣，反而痴迷于机关巧计，这让诸葛亮打心眼里瞧不上我。为了争口气，我时常故意和他作对。可由于水镜先生对我多少有些偏爱，每次受罚的总是我。一来二去，我俩的关系变得恶劣至极，而且每次受罚时我都摆出一副你们不懂我的表情，这也让师门里其他师兄弟对我没什么好脸色。不过我压根没想过解释，在我看来，能算得上我对手的也就只有诸葛亮、庞统和徐庶，勉强能算半个。或许是身为穿越者的优势，我学习新知识的速度快得惊人，春秋国策这些典籍我都能烂熟于心。行军打仗、排兵布阵、天文地理之类的学问对我来说也不在话下。结业那天，我特意找到诸葛亮，放出狠话，等着瞧吧，这世界迟早会因我而改变，到时候老师就会知道我比你强。别以为燕雀就没有惊世之才，现在回想起来，我只觉得脸上发烫。当初的自己真是年少轻狂，怎么能说出这么羞耻的话？结业之后，我因为求学时落下的厌学的名声去投奔刘备时被他嫌弃，转而去江东求职，又因为没有家世背景遭到轻视。心灰意冷之下，我索性跑到曹操这当了个火头兵。不过正所谓天无绝人之路，我刚进曹营没多久，夏侯惇就在博望坡被一把大火烧得惨败。有一天夜里，曹操睡不着，溜达进了伙房。那会我前脚刚进临时搭建的伙房，他后脚就跟了进来，瞧见我蹲在那啃大饼，而我也压根没想到大晚上的伙房还会来别人。一时间我俩就这么对视着，我愣在了原地。过了好一会，我才站起身，说道：“你也饿了吧？这还有大饼，吃点垫垫肚子。”当时夜黑灯暗，伙房里没点火，我根本看不清来人的模样，只当他也是个饿了来找吃的老兵。见曹操没动，我又笑着说：“您放心，我不会跟别人说的，您尽管吃。”曹操心里琢磨着，这是把他当成普通老兵了，这样倒方便他问话。这么一想，他便上前接过半张饼，和声问道：“你是火头兵？这不明摆着吗？”我指了指头上包着的红肚兜，嘴里还嚼着大饼。火头兵还会饿着？难道是粮草出问题？曹操不动声色地问。我毫无防备，毕竟都是底层小兵，便直言道：“可不是粮草的事，我就是单纯肚子饿。”说完，我打量了一下曹操，虽然看不清脸，但大致能看出身形，便打趣道：“您瞧这个，头不大，胃口倒不小。”曹操一听这话，顿时有些不高兴，还从没谁敢这么当面调侃他，手不自觉的就握住了腰间的长剑。可我压根没察觉到危险，接着说：“您别客气，尽管吃，以后要是吃不饱，尽管来找我，说不定哪天我还能给您弄点肉干啥的。”听我这么说，曹操心里的气消了些，暗自想着这小兵虽说话没个把门的，但心眼不坏，算了，不跟他计较。他正打算离开，我却自来熟的拉住他，神神秘秘的从角落里掏出个葫芦，宝贝似的拿到他面前，拔开塞子晃了晃，一股酒香钻进曹操鼻子里。曹操皱起眉头：“你不知道军中禁止士卒饮酒吗？”我笑着压低声音说：“您不说，我不说谁能知道？这可是我好不容易藏起来的，小声点，别让巡营的人听见。”说着我找来2个碗，倒满酒，自己先仰头喝了一大饱，一脸满足地说：“这可是给曹丞相准备的酒。”我也就藏了半壶。曹操心里直犯嘀咕，这火头兵明显就是馋酒了。他一下子回过神，站起身就要走，心里还想着走了就派人好好整治整治这小子。可他刚起身，就瞧见一团毛皮从我怀里掉出来，落在地上，展开一角，借着朦胧月光，能隐约看到毛皮上满是线条。这是啥东西？曹操好奇问道。我又喝了一碗酒，把毛皮展开铺在地上，得意地说：“这是行军地图，我闲着没事随手画的。”曹操赶忙借着月光仔细瞧，果不其然，巴掌大的毛皮上画的正是他们当下扎营的地方。这地图精细得很，军营里的每一处细节，周边地势都清清楚楚，甚至连进军撤军的路线以及对军营布局和地势的分析都写在旁边。曹操也是头一回见这么详细的地图，又惊又奇，这真的是你画的？我脸上泛起红晕，又喝了一碗酒，不屑地说：“绘图算啥本事？我可是大才，行军打仗，天文地理就没有我不通晓的，是没人识货罢了。”曹操向来不喜欢说大话的人，可看我确实有点本事，便问道：“敢问先生是从何处，来自哪门哪派？”一听到问出身，我心里就来气，只当他也是个以家世看人、狗眼看人低的主，连忙摆摆手：“别提了，喝酒喝酒。”我这态度反倒勾起了曹操的好奇心，他劝道：“男子汉大丈夫志在天下，要是真有谋略，就该找个地方施展抱负，何必在这蹉跎光阴呢？”见我不为所动，他又接着说：“就算不为自己考虑，也得为家人朋友想想，要是有了一番作为，亲朋好友也能跟着沾光，过上好日子，不是吗？”我叹了口气，心里的苦闷无人能懂，2次遭人冷落，让我心灰意冷。更何况我孤身穿越而来，无亲无故，也没什么可牵挂的。曹操见软的不行，又琢磨了一会，看了看我手中的酒碗，记上心来，先生，在这稍等片刻，我去就回。看着曹操离开伙房，我觉得挺没意思，收起地图后就独自喝酒，嘴里嘟囔着：“真可惜，好酒都只能就着大饼喝酒，太浪费这酒了。”伙房外，曹操把许褚叫到一旁：“你去拿一坛酒，再弄些熟肉来。”没过多久，曹操就提着酒肉回到伙房，我一下子闻到肉香，惊喜地站起身：“您从哪弄来的？这可是将军们才能享用的。”曹操把酒肉放在桌上，笑着说：“是将军赏赐给我的，先生尽管吃，您可太够意思了。”我抓起一块熟肉就往嘴里塞，吃得满嘴流油，还不忘对曹操说：“放心，以后只要我有一口吃的，就绝不让您饿着。”见我心情不错，曹操趁机试探先生既有大才，为何不去面见曹丞相呢？我满脸惆怅，说出心中的担忧。如今这世道只看重出身，我不过是个平头百姓，去了肯定又遭冷落，还不如当个火头兵。在曹操挑了挑眉，追问道：“先生，不妨跟我讲讲，依您之见，天下局势该当如何？或许是当火头兵，憋了一肚子苦水没处倒，又或许是酒精上头。”我打开了话匣子，那我就跟您分析分析天下局势。如今我最看好3个人，第一个就是咱们曹丞相，他消灭袁绍后，一跃成为天下最强的诸侯，来挟天子以令诸侯，手下文臣武将众多，兵强马壮。曹丞相自身也有雄主之姿，只可惜他虽有治世之才，却生性多疑，出身官宦世家，虽说掌控天子，却被人称作汉贼，名不正言不顺。而且眼下曹军的处境也不乐观，西边有西凉马腾、汉中张鲁，南边有刘表刘备，东南方向还有江东孙权、虎视眈眈。虽说打败了袁绍，但依旧处于3面受敌的境地，容不得半点松懈。说完曹军的利弊，我接着说第二个是江东的孙权，他占据江东这片富庶之地，资源丰富，打造出了天下顶尖的水军。虽说门阀士族林立，但也不乏有才能之人，是能与曹军抗衡的一大势力。只可惜孙权擅长玩弄权术，江东的门阀士族又偏安一隅，他手下的文臣大多贪生怕死。孙权那小子瞧不上我，我还看不上他呢，跟他父兄比起来差
差远了。小家子气，难成大器。听我这么数落孙权和江东，曹操觉得我口气太大，但还是耐着性子问那第三个人呢。我神秘一笑，刘备刘玄德。别看刘备一直打败仗，可他从不放弃，走到哪都能留下仁德的名声，一呼百应，百姓都愿意追随他。这样的人最可怕，而且要不了多久，他就能拥有自己的立足之地，继而争霸天下。曹操见我如此笃定，心里不禁一惊。仔细想想，刘备这么多年历经无数挫折，却始终屹立不倒，这份韧性确实让人不敢小瞧。可惜啊，我摇摇头，刘备的眼光也不咋地，同样以貌取人，太让人心寒了。我当初去投奔他，就被他冷落了，后来庞统去投他，也是因为长得不好看被轻视。我心里实在不服气，不出意外的话，这三个人会让天下三分。我斩钉截铁地说，毕竟这是史书上写的，明明白白的，错不了。曹操暗自心惊，一般谋士谈论天下大事，也能说得头头是道，可敢断言刘备会崛起天下将三分的，还真没几个人。这人要么是有真本事，要么就是个疯子。接着我又随口说了一句，这话直接让曹操的心提到了嗓子眼。可惜啊，这次曹丞相派曹仁将军出兵，连夜攻打刘备，肯定要吃大败仗。曹操听了，脸色一阵白一阵红，他眼珠子一转，突然大笑起来，哈哈，先生这话可太夸张了。刘备那点人马不过数千，将领也没几个再厉害能挡住曹军，况且领军的可是曹仁，曹丞相手下的大将有勇有谋，还带着5万大军，5万对数千，优势在我，怎么可能像夏侯惇那样失败呢？曹操自信满满的反驳我，他压根不相信曹仁会败。我不紧不慢的打了个9折，吃饱喝足，正打算回去睡觉，看曹操那自信的样子，我忍不住轻笑2声，然后竖起3根手指。曹军必败有3个原因，第一是天时，现在正值深秋，气候干燥少雨，昼夜温差，大将士们难免心烦气躁，一烦躁就容易出错。第二是地利，曹军长途奔袭，而刘军以逸待劳，有充足的时间准备。再说了，曹军刚吃了败仗，这次一心想着报仇，大军压境，都觉得肯定能赢，根本没人考虑会输，骄兵必败啊。第三是人和，刘备把新野治理得很好，百姓都对他感恩戴德，把曹军当成洪水猛兽，这种情况下，百姓肯定会和刘备万众一心。刘备在新野占尽天时地利人和，更关键的是他身边多了个诸葛孔明，这人智谋超群，近乎妖孽，又深得刘备信任，掌管全军，对他来说以少胜多不是什么难事。听我这么一分析，曹操心里直发毛，涌起一股不祥的预感。之前夏侯惇在博望坡大败，就有人跟他提起过诸葛亮，说这个刘备的新军师比徐庶还厉害10倍，他当时没当回事，可现在看来，刘备和诸葛亮联手，恐怕会成为他的心腹大患。但我信誓旦旦，却一副醉醺醺的样子。曹操生性多疑，怎么可能轻易相信一个刚见面的火头兵的醉话？就算他心里有点动摇，还是不太相信。要是真被我料中了，而自己手下那么多谋士都没看出来，那岂不是说这个火头兵比他所有谋士都强？曹操紧紧盯着我，即便在黑暗中，目光依旧锐利。过了好一会，他问道：“敢问先生尊姓大名？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。我叫叶凡，字傲天，这是我求学时给自己取的字号。毕竟穿越过来之前只有名没有字，当时灵机一动就取了这个傲天。”曹操就算没喝酒，也觉得这个太狂了，狂的离谱。不过他还是点点头，记住了我的名字。先生喝醉了，先去休息吧，我改日再来拜访。说完，曹操转身离开伙房。可就在他要走的时候，我又冒出一句惊人之语：水火齐制，一场大败。这话听起来就像醉鬼胡言乱语。许褚瞪大眼睛，怒声说：“主公，我现在就把这小子斩了！竟敢说这种扰乱军心的话，其心可诛。”曹操也很生气，但看了看四周，发现没别人，便叹了口气：“先别杀他，一切等曹仁那边的消息再说。另外派人盯着这个火头兵，别让他跑了。”想起我之前说的话，他猜我肯定在刘备、孙权那碰过壁。到底是那2人有眼不识泰山，还是我没真本事？只能等时间来验证了。一阵夜风吹过，我裹紧衣服，感觉有点冷。睁开眼，发现伙房里只剩我一个人，桌上的酒肉也被我吃得一干二净。嘿嘿，这次可算吃舒坦了，天天吃大饼，都快把我吃成大饼了。我嘟囔着收拾好伙房，正准备回营帐睡觉，突然一拍脑袋，哎呀，喝高兴了，都忘了问那个老兵叫啥名字，改天弄到酒肉再请他吃一顿。虽然有点懊恼，但也没太往心里去。回营帐倒头就睡。从这天起，我的营帐周围多了几个兵卒，在暗处偷偷盯着我，而我却浑然不知。曹操回到大帐，脑子里一直回荡着我的话，坐立不安。他迫不及待地想知道我预测的准不准。曹仁已经出发好些天了，估计明天最晚就能到新野。不管他现在怎么想，结果都已经无法改变了。才不信曹仁会败，这叶凡肯定是瞎猜的，能有几分准头？可曹操生性多疑，虽然不太相信我的话，但还是决定做好准备。要是曹仁真的大败，那就说明刘备确实是他的心腹大患，不能再留找了。到时候一定要调集大军，把刘备彻底消灭。至于我，先观察观察，要是真有大才，再去请我出山；要是不肯为他效力，那就杀了，以绝后患。而我完全不知道自己的小命已经岌岌可危，在美滋滋的做着美梦。另一边新野城外，黑压压的曹军寂静无声，气氛压抑的像黑夜中的鬼魅。大军前方几面绣着曹字的旗帜，在夜风中猎猎作响。为首的将军身披盔甲，身材高大，面容冷峻，眼神中透着熊熊怒火，整个人散发着不怒自威的气势。就连他胯下的战马也一声不吭，悄无声息的前进。这位将军就是号称天人将军的曹仁，曹子孝。他率军日夜兼程赶往新野，还特意下令趁夜进军，打算突袭新野，抢占先机。没过多久，一个斥候快马赶到曹仁面前，单膝跪地报将军，新野城已经空了。曹仁一愣，眯起眼睛，空了？刘备那家伙难道放弃新野跑了？副将催马上前，一脸不屑地说：“将军那狡猾的刘大肯定是提前逃走了，真是个胆小鬼。还有那个孔明小子，我看也就是个浪得虚名之辈，连正面交锋的勇气都没有，还敢自称卧龙，我看就是条虫。”另一个副将也赶紧附和，肯定是被将军的威名吓破胆了，脚底抹油跑了。曹仁也没多想，毕竟他带了5万大军，后面还有曹操的几10万大军撑腰。刘备那区几千人马逃跑，似乎是唯一的选择。进城安营扎寨，养精蓄锐，明天再去追刘备。传令下去，进城后不许骚扰百姓，违令者军法处置。曹仁一挥手，带着大军进城。传令兵迅速将命令传遍全军，大军随后涌入城中，在大街小巷安营扎寨。本来全军都憋着一股劲要报仇，结果扑了个空，士气一下子就泄了，大家都疲惫不堪。可曹仁很快就察觉到不对劲，城里不光刘备跑了，连百姓也都跟着走了，只剩下一座空城。很多士兵懒得扎营，直接进民房休息。不对劲，传令下去，所有人戒备。曹仁突然心头一紧，感觉要有大事发生，急忙叫来传令兵，但已经来不及了。将军不好了，城里起火了！一名身上一片漆黑的副将冲进了大帐中，哭着汇报道。曹仁猛然走出大帐，却见城中大火四起，熊熊烈焰迅速蔓延，黑烟冲天而起，无数士卒被烧死，发出痛苦的哀嚎呐喊：“救火啊！救命啊！”城中到处都是惨叫声，所有人都惶恐不安，一座空城更像是他们的坟墓。曹仁咬牙切齿，身体都不停颤抖了起来。完
完了，又中孔明小儿的奸计了。新野城中大火四起，曹军慌乱不已，被烧死者不计其数。曹仁眼睁睁看着这一幕，心中懊恼、愤怒等情绪一同涌上心头。忽然间，火中冲出一队人马，领头之人乃是一名白袍战将，手持一杆白银长枪，即便是在黑夜中也能清晰可见。随我冲杀曹军！随即白袍战将一马当先，冲入敌阵，手中长枪借着惯性，直接洞穿3名曹军，紧接着拔枪横扫，又将数名曹军击溃。此人带着无匹的气势，犹如摧枯拉朽般冲入大军之中，无情地收割着性命，犹如一把尖刀刺入曹军。曹军因为混乱，就算是命令也无法传达下去，又没有任何防备，因此一触即溃，被杀者不知有多少。远处的曹仁看到这一幕，顿时牙眦欲裂，含恨喊出了那个名字：赵云。那位白袍悍将正是刘备军中百战百胜的赵云赵子龙将军。西门无火，快快撤退吧！一名斥候骑马飞奔而来，在曹仁面前翻身下马，单膝跪地，声音之中却带着些颤抖之色。曹仁怨恨地看了赵云一眼，大声喝道：撤！随即众人上马，带领剩下的兵士朝着西门撤退。赵云冲杀一通，看到曹仁等人撤向西门，顿时冷笑了2声。曹仁休矣，军师妙计啊！随即他就带领手下士兵开始解决城中残留的曹军。另一边曹仁仓皇撤退，这次让他大意之下直接进了城，才导致有此一败。一想到回去之后要面临曹操失望的眼神，他就咬牙切齿，此仇将来一定百倍奉还。出城之后，曹仁总算是松了口气，让人清点人马，结果5万大军只剩下2万多，折损了一半。辎重粮草只抢回来一部分，其他都留在城中付之一炬了。不少兵卒看着燃烧的新野城，甚至哭出声来。很多人日日相伴的战友甚至亲人，都现在城中变成焦尸了，人头耸动，一片悲痛。走，我们去和大军会合，找丞相借兵，定要洗刷今日之耻。曹仁鼓励大军，但所有士兵都是一副颓败气象，每个人都又累又渴，速度也快不起来。不过即便是折损了一半，他们还有2万多大军，凭借刘备数千兵马，曹仁料定刘备不敢追杀，便也没有抢破。没多久之后，他们就来到了白水河旁。又困又累又渴的军士见到河水不深，纷纷跑过去喝水。见到手下兵士的模样，曹仁不由得唉声叹气。就在此时，忽然听到大水汹涌的声音，哗啦啦，所有人都转头朝着河水上游看去，却见上游大水滔滔而下，转瞬即至。那些在河边喝水的兵士瞬间就被大水吞没。曹仁心中大惊，连忙引马撤退，同时朝着上游看去，能够看到上游中有许多火把正来回晃动，显然这里早就埋伏了人马。可恨，白水河上游，一名身高9尺、面如重枣、手持一把冷艳锯的长须大汉正站在站里，目光如电，英雄之气扑面而来。此时红脸大汉面带喜色，不住地说道：哈哈哈，军师果然好计策，可惜不能上马厮杀，真是遗憾。而这名红脸大汉正是刘备之义弟，义薄云天的关羽关云长。他站在上游处，冷眼看着下方曹军被大水冲垮，狼狈逃窜，手中还在轻捋着自己的胡须。曹军之中逃得一命的兵士们已经被吓破了胆，他们紧紧跟在曹仁身后，一副疑神疑鬼的模样，是真的对诸葛亮的计策有了阴影。又逃出很远后，曹仁才清点兵马，结果发现手下兵马只剩下不足3000，粮草辎重全部丢失。刘备老贼，我和你不共戴天！他从牙缝中崩出一句狠话，带领剩下的士兵继续前行，一刻也不敢耽误。很快他们便来到了柏林渡口，此时曹仁才松了口气，到了此处，咱们便可以顺江而下，逃出升天了。但他话音刚落，却听见一声怒吼如惊雷般炸响：曹仁，你三爷爷在此！只见一黑脸大汉挺马冲来，手持一杆丈八蛇矛，怒目圆睁，在火光照耀下犹如恶鬼一般。张飞，黑脸壮汉便是刘备，关羽的义弟张飞张翼德，号称有万夫不当之勇。曹仁大惊失色，没想到一计接着一计，根本不容他们喘息。那刚出茅庐的诸葛孔明，竟然将他们的撤退路线都算得清清楚楚。传言不假，无奈之下，他只能拿起兵器，率领剩下的兵士抵挡张飞。可此时曹军已经没有了丁点战意，张飞又是勇猛非常，不消片刻，3000曹军就被杀得丢盔弃甲，哭天喊地。不过曹仁也是一名大将，竟然带领几百士兵，生生冲出了张飞的拦截，头也不回地离开了此处。等到杀掉了反抗的所有曹军，俘虏了投降的曹军之后，张飞看着已经远去的曹仁，畅快地大笑了起来。今日知道我燕人张翼德的厉害了吧？刘备军之前屡败，几乎没有打过一场像样的胜仗，直到诸葛亮的出现，才挽救了刘备军现状。因此不管是赵云还是关羽，张飞都无比的畅快，仿佛将胸中积郁数年的不快都发泄了出来。曹仁5万大军只剩下几百骑逃出升天，乃是一场痛快的大胜。新野城外高坡之上，一名身穿甲胄、两耳垂肩、面如关羽的中年男子正听着斥候的汇报。当听到曹仁只剩数百人马仓皇逃窜之后，眼中顿时闪过光芒。此人便是刘备刘玄德，腰间两侧各配一把长剑，在刘备身侧还有一名身穿白袍、手持羽扇、头戴冠巾的书生，身高8尺，容貌甚伟，嘴角总是带着淡淡笑意，仿佛天下之事尽在掌握。能有此打扮的，唯有千古丞相诸葛亮。孔明，你听见了吗？咱们胜了，还是大胜啊！吾得先上，如鱼遇水啊！刘备激动地抓住了诸葛亮的手，兴奋地说道：主公，此战占据天时地利人和，该有此胜。诸葛亮十分谦逊地说道，但表情倨傲，有着聪明人该有的优越感。刘备大笑道：有孔明在，心也简直犹如铜墙铁壁，就算是曹操亲至，也不会是军师的对手啊！这番奉承，诸葛亮心中虽然高兴，但却不得不给刘备浇一盆冷水，让他清醒一下。这番奉承，诸葛亮心中虽然高兴，但却不得不给刘备浇一盆冷水，让他清醒一下。主公，心也守不住了，咱们手中只有数千兵马，等到曹操率领几十万大军赶到，根本无计可施，所以我们只能退。刘备顿时从胜利的喜悦中清醒了过来。是啊，曹操可是有几十万大军啊，那军师，咱们该退往何处？江夏。诸葛亮早就想好了退路。刘琦公子如今在江夏发展得很好，而江夏又是重镇，粮草辎重不计其数，可暂时去那里。刘备叹了口气，也只有如此了。不过新野的百姓我不忍丢弃。诸葛亮冲刘备拱了拱手，主公仁德，若是不愿意抛弃百姓，那就让他们跟着吧，只不过速度要慢许多了。就这样吧。刘备重重点头。等到刘备离开之后，
之后，诸葛亮看着远处的黑夜，喃喃道：关键时候还可以用百姓拖住曹军。主公，亮也是不得不如此啊。翌日，曹军营中一切如常，我也跟着其他火头兵起床开始忙活。昨晚的事情已经被他忘到了脑后。主将大帐中，曹操看上去憔悴了不少，昨夜几乎一晚没睡，就连早饭也是一点没动，就差人收走了。他身旁站立着猛将许褚，在下方两侧，一侧是徐晃、曹洪等武将，另外一侧乃是贾诩、程昱、荀攸等谋士。他们都不知道为何曹操一夜之间会变成这样。不等他们询问，一名斥候便急匆匆地闯进了大帐中，直接跪倒在地。主公，不好了，曹仁将军大败于新野。顿时，曹操头痛欲裂，几乎要倒在地上。旁边的许褚连忙上前搀扶，其他文臣武将也都一脸紧张。主公，主公！在呼唤声中，曹操慢慢睁开了眼睛，重新坐定，但脸色惨白不已。他猛然想起了昨夜那火头兵的预测，曹仁竟果真大败于新野啊！一旁的贾诩坐于文臣首座，身材瘦弱，双目狭长，眼神如毒蛇般锐利，身穿一身黑色袍服，身体周围散发出令人发寒的气场。他瞥了眼曹操，暗自疑惑：难不成主公早就知道曹仁将军会大败？其他几名谋士也纷纷对视，都从对方的眼神中看到了疑惑。若明知道会败，为何会将曹仁将军派出去呢？谋士们心中不解，并不知道曹操此时的震惊来源于一个小小的火头兵，竟真的被猜中了。我看来真是大才啊！曹操看向大帐外，心中如此这样想到。没多久之后，十分狼狈的曹仁已经回来了。此时的他看上去已经没有了之前威武的模样。一进入大帐，他便跪在了地上：主公，我对不住你，不光没能拿下新野，就连带出去的5万兵也没了，请丞相责罚。曹操看到曹仁就来气，想要训斥几句，但看到曹仁身上还带伤，便只是叹息：罢了，此战失利不怪你，都怪那初出茅庐的诸葛亮太过奸猾。你起来吧。曹仁站了起来，握紧拳头，大声喊道：主公，请再给我3万人马，我愿再出兵新野，这一次一定能够拿下新野，荡平刘备军，将孔明那村夫抓来献给丞相。看着已经气上头的曹仁，曹操恨铁不成钢，生气的训斥道：再出兵新野还有何用？孔明那村夫奸诈，知道我军事大，肯定已经跑了，除非他是蠢材。曹仁没想过这一点，满脑子都是报仇。被点名之后，讪讪站在那里不敢说话。而且我要的可不只是新野。曹操继续接话道：我要灭的是刘备。通过那天晚上和我的交谈，曹操明白自己的大敌乃是刘备，为了避免他成为心腹大患，就要提前除掉。程昱此时看向曹仁，开口询问道：曹仁将军，可否将你们在新野的遭遇说来听听？这样我们也好分析一下刘备军的实力。虽然这样是在揭自己的伤疤，但曹仁也没有扭捏，直接说出了在新野他们是如何中计的。先是城中起火，然后又是大水淹没，甚至在之后的渡口遭劫，一切都像是早就设定好的一样。而听到过程的曹操再一次震惊了。当初和我告辞的时候，我就说过一句像是对话般的预言：水火俱全，一场大败。这不正应了曹仁遭遇的计策？正是这一场火和一场大水，几乎让5万曹军损失殆尽。这也被猜中了，简直就是神人啊！无形中，我在曹操的心中又提升了一个高度。听完曹仁大败的过程，诸位谋臣武将的脸色都很是凝重。在此之前的刘备军，在他们眼中不过是强壮一点的蝼蚁。若是他们曹军多重视一些，根本不会让刘备活到现在。而此时的刘备军已经脱胎换骨，甚至给曹军上下带来了一种压力，这便是顶级谋士带来的压迫感。早就听闻诸葛亮多智近妖，不似凡人，如今看来传闻果真不假。出言之人乃是刘烨刘子阳，脸色凝重之中甚至隐隐带着些佩服。毕竟若是他身处刘军阵营，可想不出这等计策，也不过是刚出茅庐的一村夫。我却不信他真不是凡人。出言反驳的乃是程昱，他本就刚戾傲慢，听不得其他人夸奖对手，尤其是他不想听到夸奖诸葛亮之言。末尾的杨修也一脸倨傲，冷哼道：区一个诸葛亮，就让诸位如临大敌，难道我们这么多人比不过他一个村夫不成？刘烨连忙出来打圆场，没有看不起诸位的意思，只是要让诸位知道，那诸葛亮不是好对付的。程昱和杨修两人同时哼了一声，不同的是前者是不服他们如此重视诸葛亮，后者是不服诸葛亮的才智。一旁的荀攸心中暗叹，世人都知道曹丞相爱才，手下谋士众多，却不知每一位谋士都带着聪明人才有的傲气，想要压住这些人才却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。曹操本就有些头痛，又听到谋士争吵，顿时不厌其烦：好了，不要吵了。大帐中顿时就安静了下来。随即曹操转头看向了一直没有说话的贾诩，于是询问道：文和，你有什么看法？贾诩看起来像是一个病人，给人一种阴恻恻的感觉。他嘿嘿一笑，说道：我在想昨晚曹将军不该出新野城。曹仁两眼一瞪，不出城难道要活生生烧死吗？贾诩不慌不忙地继续说道：刘备军既然在城中设下埋伏，就必然有生路。曹仁将军若是拼死一搏，继而守城，即便是诸葛亮妙计也无济于事啊！那该要被烧死多少人？曹仁一脸的愤怒。当时的情况若是不撤退，或许被烧死的兵士会更多。贾诩却冷笑了一声：刘备军本就数千人马，城中赵云率领的充其量不过1000人，若是曹将军拼命厮杀，定能扭转战局，那也只能是惨胜。曹仁的声音小了不少，惨胜也是胜，只要是胜，死多少人又何妨？贾诩轻飘飘的一句话，顿时让众人心头发寒，不去理会过程有多惨烈，只追求结果。果真不愧是毒士贾诩啊！曹操此时出言说道：事情已经发生，无可改变，关键是接下来该怎么做。程昱，你来说说吧。即便是他，很多时候也不想用贾诩，毕竟贾诩提出的大都是毒计。贾诩乐得清闲，反正只要能够保全自己，做什么都可以。程昱领命起身，环顾帐中将军同僚，语气凝重的说道：主公，在下以为刘备他们必然会逃亡江夏，这是为何？曹仁在一旁询问道：毕竟樊城距离新野更近，是刘备军的好退路。程昱继续说道：即便是刘备军入了樊城，也无法阻挡我军脚步，反而是固步自封。凭借诸葛亮的才智，定然不会做这样的事情。放眼荆州，唯有江夏可去。众人都点了点头，深以为然。程昱又看向曹操，继续说道：主公，江夏乃是荆州重镇，荆州的大半钱粮都囤积在江夏。曹操继续说道：主公，江夏乃是荆州重镇，荆州的大半钱粮都囤积在江夏。若是刘备军真的入了江夏，必然横生变故，为我军阻碍。曹操眉头一皱，也知道了事情的严重性。他知道现在的刘备缺的就是个发展壮大的机会，而机会就在江夏。于是他扫视帐内众人，询问道：诸位可有良策？曹操以手扶额，看向了帐内众人：诸位有什么良策都快些说出来吧。丞相还有什么好说的？杀过去就是了。什么刘备、诸葛亮，统统都斩了。说话的乃是芒夏侯夏侯惇，身材魁梧，虽然用黑布蒙上了被射掉的眼睛，但却让他更加凶悍逼人。先前在博望坡，他先承受了诸葛亮出山的第一把火，导致惨败，因此心中一直憋着一口气呢。不过能说出这话，也说明确实勇猛十足，但却性烈如火，谋略有所欠缺。曹仁
人也连忙拱手道：“主公，在下还是那句话，再给我兵，定然斩杀擒拿刘备、诸葛亮之流。”曹操看了这两人一眼，眼神之中是深深的无奈，并没有答应他们，只是转头看向了另外一侧的谋士们，贾诩、荀攸、程昱、刘烨等诸位谋臣此刻都在盘算，他们绝对不许自己输给一个刚出茅庐的诸葛匹夫。还是刘烨先开口了：“主公，如今可以料定刘备军定然会退往江夏，而江夏乃重镇，驻守江夏的乃是刘表之大公子刘启，素与刘备交好。若是刘备军进驻江夏，凭借诸葛亮之才能，定能把江夏打造的固若金汤。刘备军有了钱粮，就会有更左的士兵，那将会是我们收取荆襄9郡的一大阻碍。因此，现在最好的方法就是立刻截杀刘备，避免他退入江夏。如此既能灭掉刘备，又能收取荆州。”虽然说出的计划十分简单，但刘烨先是分析时局，又说出了自己的计划，乃是谋臣范本，而且他的计划可以说也是其他人心中所想，于是都纷纷点头。就在此时，帐外传来一声报，随后传令兵进入大帐，单膝跪地大声喊道：“禀丞相，刘备军连夜逃离新野，如今新野真的只是一座空城了。不过什么？”站在一旁的曹仁连忙问道。传令兵这才说道：“只不过刘备军还带着新野的10万百姓一起逃走，带着百姓。”这话让大帐内所有人都是一愣，因为既然是逃命，自然要追求速度，带着10万百姓没有任何好处，只会拖慢速度。不，还有一个好处，那就是成全刘备的仁德之名啊！坐在谋臣首位的贾诩似乎是看穿了众人的想法，悠悠开口。一直有些郁结的曹操听闻，顿时眼中一亮，呼吸似乎都顺畅了不少。好，既然他要美名，那恶名就让姑来背，时不我待。现在就调集精兵前去追杀刘备。名声对曹操来说并不是那么重要，但也不能真的遗臭万年。于是他补充了一句：“追上百姓之后，勿要对百姓动手。”夏侯惇顿时就站了起来，激昂说道：“丞相，让我去吧！刘备这虚伪的大贼，忘记了咱们曾经对他的恩情，我一定会带他的头颅回来给你。”曹仁也当仁不让的说道：“主公，还是让我一定会带他的头颅回来给你。”曹仁也当仁不让的说道：“主公，还是让我去吧，我定要报新野之耻。”望着这两位猛将，曹操心中却早就有了决断。子孝，你奔逃一夜，而且受了伤，还是先养伤吧。连让、妙才，你兄弟2人前去追杀刘备，这一次定要一举消灭刘备。夏侯惇和旁边一名将军连忙起身拱手道：“领命。”另外一位将军便是有着急行将军之称的夏侯渊、夏侯妙才，也是夏侯惇的堂弟，擅长急行奔驰，号称3日500，6日1000。正因为这样的才能，曹操才选择他和夏侯惇共同追杀刘备。两人领命而去，前去教场点兵，没多久便率领数万精兵如狂风而去。远在新野城外20里处，乌泱乌泱的人马正在抓紧时间赶路，但其中的数万百姓可没有马，只能步行。况且其中还有不少老弱妇孺，一夜急行20里已经是极限了。如今甚至许多百姓都已经走不动了，可正常行军1日40里，急行军1日100里，他们一晚上才跑出20里，着实太慢了。刘备站在百姓前方，脸上充满焦急之色，但心中也明白百姓们已经到达了极限，于是只能下令休息。诸葛亮在此时来到了刘备身边，看了眼狼狈的百姓，叹息道：“主公，这样下去我们速度太慢，等到曹操反应过来，必然派兵追击，我们需尽快撤离啊，所以只能舍弃这些百姓了。”为了让刘备放心，他紧接着说道：“主公也不必太过担忧，曹操追上百姓之后，必然不会对百姓如何的，所以即便是抛下他们，也不会有性命之忧。”刘备叹了口气，心中暗道：如今诸侯征伐，抢的便是土地、城池、百姓，我没有立身之地，唯有百姓中的仁德之名，断不能舍弃。况且只要拥有百姓，不管到任何地方，都能快速聚集起一帮能战之兵啊！虽然心中如此想着，但他却没有将心里话说出口，而是面露悲戚的说道：“百姓们愿意相随，我怎么忍心舍弃他们？况且曹操生性残忍，先前之败定然恨我入，说不定会发泄到百姓的身上，残害他们。当初徐州惨状，我如今都还历历在目，因此不愿舍弃这些百姓啊！”周围不少百姓听到刘备之言，纷纷感动的落泪。刘皇叔，我们打死也不愿意跟着曹操，我们都愿意跟着皇叔啊，誓死跟随刘皇叔。百姓们纷纷响应了起来，让刘备感动不已。放心，只要你们愿意追随我，那我就绝对不会舍弃你们。诸葛亮也很是感动，忙说道：“主公有这份仁德之心，必将成就一番大业。不过虽然说的大义凛然，刘备也知道如今状况，不舍弃百姓，随时都有可能会被曹军追上，到时候下场只有死。”于是他询问道：“军师可有良计，让吾等安然度过这次危难？”诸葛亮沉吟片刻，心中深感无奈，即便是有万般韬略，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。刘备军的现状根本无法实行，于是他拱手说道：“为今之计，只有先遣人往江夏去，请刘琦公子派兵接应。曹军和刘备军一追一逃，公子派兵接应。曹军和刘备军一追一逃。”而远在长江以南的江东之地也已经收到了线报，知晓了新野发生的事情，于是江东众臣都被召集了起来，商量接下来江东的发展。一时厅内，江东的文臣武将分列两侧，最上方那体型高大、碧眼紫然的男子，便是如今的江东之主孙权；下方左侧最首位的男子容貌俊秀，唇红齿白，一派贵公子的气派，嘴上总是带着点点笑意，一副尽在掌握的自信感，身穿白色软甲，更添英气。右边最首位男子相貌端正，气质儒雅，颌下留着一小撮胡须，深沉内敛，身穿深蓝衣袍，头顶挽着一个发髻。此2人便是江东重臣。左侧乃江东美周郎周瑜周公瑾，也是如今江东之地的大都督，统管一切事务。即便是孙权继位，对于周瑜也是十分信任。而右侧男子便是鲁肃鲁子敬，同样是孙权信任的心腹，只不过鲁肃太过老成沉稳，不愿意冒一点风险，这让有些时候的孙权很不高兴。周瑜之下还有诸多将军，程普、黄盖、甘宁等，而鲁肃之下也有众多文臣谋士，张昭、张宏、诸葛瑾等等。都说江东乃人杰地灵之地，文臣武将的数量也相当之多。诸位，对于荆州之事你们怎么看？孙权缓缓开口了，对于其他地区的事情，他们江东可以不管，但荆州乃是江东门户，没有了荆州，他们就只剩下了长江天险，因此不得不重视起来。任谁都知道，曹操的目的可不光是荆州之地，下了长江天险，因此不得不重视起来。任谁都知道，曹操的目的可不光是荆州之地，就连隔江相望的江东，曹操也是眼馋得很。周瑜率先出列，拱手道：“主公，如今曹军和刘备军鹬蚌相争，在下以为这正是我江东出兵的好时机，趁着他们无暇踏步，我等可直入荆州，渔翁得利。”孙权缓缓点头，但却并未出声。另外一侧的鲁肃也走了出来，却反驳道：“主公，臣以为不妥。单凭刘备军想要牵制曹军是难上加难，虽然取得一时之胜，也难以抵挡曹军接下来的攻击。而我江东若是进入荆州，定然会让曹操视为眼中钉。我江东虽然水战无双，可在陆地上难以抵挡曹军的铁骑。一旦曹军灭了刘备，肯定会对我们发起攻击，所以此时进入荆州颇为不智。”此时老臣张昭也站出来说道：“主公，老臣也以为不能入荆州，我江东有长江天险，凭借天堑阻挡
曹军是轻而易举，若是跑到荆州去和曹军相抗衡，只是以短击长罢了。周瑜冷哼了一声，轻笑道：难道你们以为曹军夺取荆州之后就会安分了吗？荆州乃我江东门户，一旦被曹军收取，那曹军随时可挥军南下，与其被动等待，不如主动出击。话音落下，立刻就有人站出来附和道：大都督言之有理，就算是在陆地上，我江东儿郎也不惧任何人。说话的乃是一名30多岁的男子，头插羽毛，腰佩铃铛，身穿华服，看起来有几分浮夸之相，正是锦帆贼甘宁甘心霸。鲁肃摇了摇头，这不算是最好的方法。明知道曹操对江东之地虎视眈眈，我们就更应该将决战之地放在长江之上，这样才能尽情发挥我江东的长处。而且刘备军同样可以拉拢利用，与他们联合共抗曹操。卢子敬言之有理，名为顾雍的谋臣也点头说道：凭借长江天险，即便是曹军也不用畏惧。当然，若是能够不与曹军发生冲突，保我江东平安，那自然是最好的。顾雍的话让很多文臣都默默点头。这些人生在江东，长在江东，大都出自江东世家，他们没有争雄天下的野心，只想要守着江东这一亩3分地，所以他们的理念就是能不打就不打，平平安安的多好啊。张昭此时又开口说道：老臣以为可以做2手打算，一手前去试探曹操的心意，若是对我江东没有意思的话，那就不必理会；另外一手则是像卢子敬之言，前去联合刘备。哼，老狐狸真是懦弱。孙权心中很是不喜张昭，因为张昭乃是江东士族的代表，士族林立江东更盛，因此孙权是要平衡各大士族，否则他们还以为江东是他们说了算呢。只不过骂人的话他也只能心里说说，嘴上却说着试探曹军心意。曹军的心意还需要试探吗？他们都快要将企图写在脸上了。周瑜立刻接话道：主公说的没错，曹军乃虎狼之师，野心巨大，绝对不可能直取荆襄之地，但我认为也无需联合刘备，凭我江东威武水师，曹军来了也不惧。嘿嘿，我甘心霸定能在水，我江东威武水师，曹军来了也不惧。嘿嘿，我甘心霸定能在水上将曹军杀得片甲不留。甘宁也插话道。鲁肃却又开口反驳：既然都认为需要抗衡曹操，那还是拉拢盟友的好，一是可增加我江东的力量，即便是刘备只能牵制曹军，也能给我军争取机会。另外，刘备的存在还能分担曹军的攻击，何乐不为呢？周瑜眼中一亮，等到大局已定，刘备根本无法和我江东抗衡，到时候取荆襄之地也是易如反掌。不过现在说这些为时尚早，若是刘备直接被曹操所灭，那就是一场空谈。因此我觉得还是需要依靠我江东水师。一时听内众说纷纭，但现在已经统一了一个观点，那就是和曹军早晚会有一战，而这一战他们肯定要在长江上进行，毕竟江东水师天下无双，没人能够在水上战胜他们。至于刘备，先活下来再说。孙权左右看看，见他们争论的起劲，嘴角暗暗一笑，他想要看到的就是如今的局面，武将文臣互相制衡，文阀士族也相互制约，如此江东之主才更有分量。好了，大都督说的对，如今说的这些都为时尚早，等到刘备在曹军的攻击之下存活下来，才有资格和我江东联合，届时联手抗曹，击退曹军之后再取荆襄之地。鲁肃联手刘备的事情就交给你去做了，此事就这样决定了。当夜曹军营中，曹操在大帐乃心神不宁，如今刘备展现出来的潜力已经足够让重视了，因此他担忧夏侯2兄弟若是追不上刘备，岂不是放虎归山，届时无法尽数收取荆襄之地，反而坐视刘备壮大，实在是我军一大阻碍啊，必须要早做打算。他走出大帐，抬头看了看空中明月，忽然想到了我，或许他有办法。于是曹操换上一身便服，一手提了一坛酒，一手抓着一盘兔肉，只带着许褚便朝伙房的方向走去。也不知道他今日在不在这里。来到伙房外面之后，曹操让许褚在一旁等待，而他则是独自进入了伙房中。伙房中的人影让他心头一喜，果然在这里，我又在伙房中吃吃喝喝。身为火头兵，弄点吃食还是很容易的，就是酒有点难弄，毕竟酒这玩意只供给将军们，每次出征也不能带的太多，毕竟还要运送粮草，而将军们又都是海量，实在剩不下多少。正啃着大饼感觉无趣的时候，曹操便来了，同样也是夜晚，同样看不清样貌，我却一眼就认出了曹操便是昨晚的那人。曹操也同样没有打算暴露自己的真正身份，毕竟现在这种关系更能让我知无不言。你来了，这是带给我的吧？我直接上前将一坛酒接了过来，啧啧称奇道：这满满一坛，你从何处弄来的？曹操微微一笑，编了个理由：将军赏我了，被我偷偷带来给你喝，那感情好。我大笑了2声，心情舒畅，不光有美酒，还有兔肉佐酒，简直赛过神仙。对了，昨天你说的尽都言中了，今日晌午曹仁将军便败归，而且正应了你那句水火俱全，难不成你能未卜先知？曹操此时开始了询问，我没你能未卜先知。曹操此时开始了询问，我美美的喝了口酒，也给曹操倒了一碗，轻笑道：这可不是什么未卜先知，而是对战局的提前预测。行军打仗还能提前预测？曹操很是吃惊，我一脸得意，那是自然。打仗的过程之中，任何事物都有可能带来完全不同的结果，心也只是一座小城，周围可以利用的东西就只有那些，自然不难预测。而且就算是风向、雨雪等自然因素，也有可能导致胜败的结果不同。若是完全了解敌对双方的情况，再加上周边环境等因素，结果就会像是写在竹简上一样简单。虽然火烧新野的结果是他从史书上看来的，但随便吹一吹还会被砍头不成。只不过曹操却啧啧称奇，心中震撼不已，但似乎想要预测结果的话，需要计算的因素太多太杂。现如今他手下根本没有这样的能人。先生有这样的想法，为什么不提前告知曹丞相呢？这样或许能够避免我军惨败啊！我连忙摇了摇头，叹息道：你傻啊！我能大摇大摆地跑到丞相面前，说我曹军攻打新野必败吗？丞相向来多疑，若我这样说，怕是会直接砍了我吧？一句你傻啊，让曹操愣了一下。从小到大很多人骂他，但骂他傻的我还是头一个。随后他思考了一番我的话，心中嘀咕：我有那么多疑吗？不过仔细想了想，曹操觉得那种情况下，他还真会将我直接砍了。他摸了摸鼻子，讪讪一笑，幸好没有暴露身份，否则这小子这么怕我，不肯说的话就得不偿失了。看着我大吃大喝的毫无没有暴露身份，否则这小子这么怕我，不肯说的话就得不偿失了。看着我大吃大喝的毫无形象可言，曹操心中的戒心却放松了许多。对了，先生，对于咱们的曹丞相，你是如何看待的？嗝，我打了个酒嗝。说起咱们曹丞相，他不是英雄。曹操心中一震，眼神中迸发寒意，只不过我浑然不知，继续说道：当然，他也不是枭雄，而是奸雄。等到这句话说完，曹操眼中的寒芒这才散尽，他也拿起碗喝了口酒，继续追问。
追问道：“为何这样说？”呵呵，你还是太笨了。我随口吐槽了一句，看在你拿来的酒肉份上，我就跟你好好说说。对了，我们之间的谈话可万不能让曹丞相听到，否则我就是长了10个脑袋也不够砍的。曹操心中发笑，你惧怕的曹丞相如今就在你的眼前呢。不过他却指了指天，又指了指地，笑呵呵说道：“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。”我光是喝酒不痛快，直接将酒坛都抱了起来，猛灌了一大口。英雄者，心怀天下，才能名声过人。可惜这样的人太正太直，古往今来英雄不计其数，到头来未免落得个饮恨收场。如古之项羽等，枭雄者，心怀野心又富有雄才大略，非实力强大者不能称之为枭雄。但大多枭雄做一方诸侯尚可，若是权力地位继续提升，性格缺陷也会随之暴露，大多凶狠专横，残暴不仁，难成大事。曹操听得津津有味，连忙询问道：“那奸雄又是何意？”我微微一笑：“奸雄，古往今来为丞相一人，所谓治世之能臣，乱世之奸雄，兼具英雄和枭雄的特点，心思诡诈，手段凌厉，为达目的绝不罢休。光是他把持朝政，挟天子以令诸侯，就足够称得上奸，更何况他行事作风不拘一格，手段或狠辣或阴柔，全凭一念之间，而且乱世之中能够称之为雄者，胸怀韬略乃是必备，强大的实力也是必要条件。拥有自己的领地和力量，能叫天地换颜色，当时能够集合所有特点的，唯有曹丞相一人，千古无二。就连曹操自己都没有想到，他在我这里竟然听到了对自己如此高的评价。虽然奸雄二字听起来不是什么好的称号，但我这样一解释，似乎只有这2个字能够代表。他也怀疑这是我认出了自己真正的身份，从而在自己的面前恭维自己。但抬眼看去，如今的我已经醉醺醺的了，行为举止就是个醉汉，所以他能确定这是我真正的心里话。一时间，曹操被夸得飘飘然，心中乐开；曹操被当面一顿夸，心中喜不自胜。这可不是拍拍马屁就能做到的。不过曹操也没有忘记这次来这里的正事，他是要向叶凡问计的。先生，此次我军攻打新野失利，若是再次举兵攻打新野，如何？叶凡摆手摇头，甚至还翻了个白眼。要么说你不是将军呢？刘备早就跑了，还等着再挨打吗？曹操一阵无语，他当然知道这一点，只是故意问起而已，却不想遭到了嫌弃。而且他手下的大将之中，可没有几个能够预料到刘备会逃走啊。他们都想着刘备打了胜仗，自然会再接再厉的。若是我军中大将都能像叶凡这样想的话，那该有多好。曹操心中感慨了一句，顺势又问道：“既然他们跑了，那我军追击不就是了？出几万人马追击几千人，应当手到擒来吧？”呵呵，叶凡冷笑，如今的他已经喝了半坛酒，脑袋都晕晕乎乎了，但对于面前这个老兵的目光短浅，还是想要训斥几句。你怎么就是不开窍呢？想要成为将军，可不能光看眼前啊！之前我就说了，对于战局的预测，不是光需要从敌我双方来判断的。他打了个酒嗝，抱着酒坛已经昏昏欲睡，但嘴里还在不停说道：“刘备虽然离开了新野，但却不是败逃，而是撤退。首先士兵的心境就不同，况且只是逃走的话，兵多才是麻烦，兵少跑得还快呢。”曹操连忙插话道：“听说刘备是带着新野的百姓一起逃的，速度被严重拖慢了。”叶凡冷笑：“呵呵，果真如此啊！刘备到了什么时候都不忘了自己的仁德之名，这也难怪，这是他立足乱世之根本啊。既然这样，那我军是不是有机会追上刘备？”曹操又问道：“笨，真是朽木不可雕也。怎么教你的？百姓只是其中一个因素，要从多方面分析。”叶凡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，继续说道：“刘备军万众一心，我军追击必定人困马乏，战斗力大打折扣。若是万一刘备再放弃了百姓，用百姓来阻碍我军追击呢？况且刘备麾下虽然兵少，但每一个关张、赵云之流无一不是以一当百者。诸葛亮又诡计多端，况且江夏刘琦定然也会接应，因此刘备必定能够逃出升天。”曹操一拍大腿，面露苦涩，难道真的没有办法就此铲除刘备吗？叶凡却微微一笑：“刘备拼了命的想要去江夏，那让他进不去江夏不就行了？”曹操一愣，那该怎么做？办法有的是。叶凡拍了拍自己的胸脯：“你想听哪一个？不如先生都说出来让我听听，也算是学习一下。”曹操此时谦逊了一些，他此人就是这种性格，能够虚心听教。叶凡再次猛喝一口酒，开始了自己的表演。可收买蔡瑁、张允2人可别小看了他们，在荆襄之地，蔡家的势力大得惊人，而这2人正是蔡家的人。曹操眉头一皱，问道：“既然如此，就更加不好收买他们了，钱财对他们根本无用了。”叶凡却反驳道：“不需要这么隆重，只要曹丞相表示出自己的意思就行了。他们原本可就看着刘备和刘琦不顺眼了，对这俩都有防备。若是刘备进入江夏会合刘琦，那便是他们的心腹大患。蔡氏内毒妇处心积虑想要杀了刘琦，可惜还是被刘琦逃到了江夏。”曹操缓缓点头，确实是个好方法，让蔡氏帮助我们对付刘备，还能让他们自相残杀，方便我军收取荆襄。那先生还有什么计策？叶凡醉醺醺地说道：“第2个计策就是去收买刘琦，许以高官厚禄，重力引诱，而且只要抓住刘琦的软肋就行了。他怕的是蔡氏啊，承诺他只要不接手刘备，就帮他对付蔡氏。是成为荆州之主，还是接纳刘备？我想他肯定会选择后者。”曹操有些担忧起来，万一不成，岂不是反被刘备笑话？叶凡的表情突然变得有些阴狠，如若不成，就是第3条计策，那就是在荆州广泛传播流言，就说蔡氏意图夺位，想要害死刘表。曹操登时便反应了过来，若是这条流言大肆传播，必定使蔡氏惶恐，采取各种手段稳固地位，刘琦自然就成为了眼中钉。而刘备去往江夏，就是去帮刘琦去了。蔡氏定会发疯般的阻止刘备，甚至会对付刘琦，在荆州之地挑起战火。蔡氏一家努力了这么多年，眼见刘表就不行了，他们可不会心慈手软。毒计啊，看来你比贾诩好不到哪里去。曹操心中暗自心惊，叶凡的这条计策似乎和当初贾诩一计使王允殒命，吕布逃亡，长安大乱，死伤不计其数，有异曲同工之妙。叶凡此时打开了话匣子，不等询问就继续说道：“如果还不行，那就派人混入跟随刘备的百姓之中，散播刘备入江夏是要夺取江夏的传言，让刘琦畏惧，不敢接纳刘备。如果就连这也不行，那就在进入江夏之时，伺机刺杀刘琦，即便是没有成功，也要坐实刘备欲杀刘琦的心。这样一来，2人必生嫌隙，甚至反目成仇。到时候无需曹军出手，刘琦说不定就能给刘备灭了。毕竟他现在可是江夏之主啊！”曹操听完，直接愣在了那里。这一条一条的计策就像是不要钱一样，全部都端到了他的面前。他需要做的，就是在这些计策之中挑选一个去实行。若是身边有这样一个谋士的话，那将会是一件幸事啊！他仔细琢磨叶凡说出的这些计策，每一条都有实行的余地，但条条都是要断了刘备的退路，简直令人心惊胆战。而且这些计谋就像是早就准备好了一样，说明叶凡也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，有他在身边定能给自己分忧解难。还好叶凡现在在我手中，绝不能让他为其他人所用。曹操震惊于叶凡提出的计策，心中惊骇间想要再询问一番，
却发现叶凡竟然抱着酒坛在一边睡着了。也罢，眼看着再问不出什么来了，曹操当即起身离开，快速回到了自己的营帐之中，连夜将手下文臣武将召集了起来。因为刚过子时，所有人都是在睡梦中被叫醒的，还以为出了什么大事，一个个都显得有几分慌乱。丞相，发生什么事了？荀攸整了整自己的衣服后，才进入大帐之中，一进门就开始询问。曹操看了他们一眼，示意他们先平静一下，叫你们过来，只是有些计划要你们去做。曹仁挠了挠头，有些疑惑问道：丞相不是已经去追击刘备了，还有什么事？曹操默默地叹了口气，将曹仁和叶凡对比了一番，心中顿时升起军中大将不如火头兵的感慨。不过叶凡那样的当时能有几人呢？若是万一追击刘备不得，接下来该怎么办？你们想过吗？曹仁、徐晃等大将都纷纷皱了皱眉头，他们就没想过追不上刘备会怎么样，因为他们是将军，不独自领兵，而是跟随曹操一起的时候，习惯于听从曹操的命令。曹操让他们去追击刘备，他们就去追，尽全力完成命令。所以这个问题让他们都是一愣。倒是谋士那边都纷纷皱起了眉头，显然他们也思考过这个问题，甚至已经有的人心中想出了办法，但都没有说出口，等待着曹操的下文。为将者当考虑周全，你们这样我怎么放心让你们独自领兵呢？曹操似是训诫，实则是关心爱护。随后他正了正神色，扫视众人道：刘备很可能会逃出升天，因此我们要做好万全准备。刘备的依仗无非便是江夏而已，因此只要断绝了后路，刘备定然无处可逃，只能束手就擒。刘烨顺势接话道：丞相英明。杨修站在那里面带不屑，心中暗道：这一点我早就想到了，只是没有说出口而已。既然丞相先开口了，那我就说出自己的计策。诸葛匹夫，有我的计策定让你无路可逃。想到这里，他刚想开口，却不想曹操继续说了起来。首先去收买蔡瑁、张允二人。蔡氏乃荆州豪族，蔡瑁此人又是刘表外戚，与那江夏的刘琦乃是死对头，因此有必要拉拢他们，派人去告诉他们，只要归降于我，高官厚禄不在话下。可若是不归降，就等着城破身死的那天吧。手下荀攸顿时拱手道：是丞相，我现在就安排人连夜出发。不急，等我说完。曹操摆了摆手，杨修的表情有些难看了起来，因为曹操说出的计划正是他想要说的，无法表情有些难看了起来，因为曹操说出的计划正是他想要说的，无法展现自己的才能，让他心中很不舒服。本就是极为骄傲的人，又突然出现了一个才智过人的诸葛亮，让他升起了攀比之心。即便是和诸葛亮素无嫌隙，他也想要压诸葛亮一头。我还有一策，可依旧没有等到杨修开口，曹操又说出了接下来的安排。同样的，刘琦那里也派人前去，就说等刘表死后，我自然会帮他成为荆州之主，对付蔡氏，只要他不接纳刘备就行，不然我军便会踏平江夏。杨修瞪大了眼睛，这两条计策同时进行，肯定会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。这是他一天的时间才想出的计策，没想到却都被曹操想到了。一时间他有些受打击了，其他谋士也都纷纷点头，双管齐下，保证让刘备插翅难逃。丞相高明啊！程昱不由得赞叹道。可万万没想到，曹操说到这里也还并未停止，还有派人出去在荆州散播消息，就说蔡氏意欲夺权，记得多派点人。这个消息我要他几天之内传遍荆州。在场的谋士都是聪明人，曹操说出来之后，顿时就想清楚了其中的门道，都不由得纷纷赞叹。等到荆州一乱，他们不光可趁机灭刘，甚至再取荆州都易如反掌。杨修的脸色有些白了，他竟然有一种智商被碾压的感觉，心中懊恼道：我怎么没想到这一点？而位于曹操下方守卫的贾诩眼中却是一亮，悄悄看了看曹操，这计策怎么和他的风格有些相似？还有安排几个死士混入跟随刘备的百姓中，散布刘备欲往江夏夺权的流言。这件事一定要快点安排，否则让刘备逃了就不好了。同时吩咐他们，若是进入了江夏，就去刺杀刘琦，即便是不成功，也要一口咬死是刘备指使的。一口气说完，曹操扫视众人，沉声道：可都明白了。大帐中出奇的安静，不光是谋士，就连徐晃、曹仁等武将也都愣住了。这一连串的安排，足够将刘备逼入死地了。贾诩、荀攸等人都抬头看向了曹操，有些不敢相信，这竟然是曹操在这么短时间内想出来的计策，一环扣一环，狠辣怀柔皆有，让他们深感自愧不如。最为骄傲的杨修听完了曹操的全部安排，身体都差点一软。相比起来，自己想出的两条计策似乎也不算什么，这真的是丞相想出来的。如今看来，丞相之智胜我10倍啊！还是程昱率先开口，诚心诚意的拱手恭维道：丞相高明，令我等深感佩服啊！丞相高明！其他人也都纷纷喊道。这一刻，曹操得到了极大的满足，即便这些计策并不是他想出来的，但看到谋士们敬佩的神情，他依旧十分受用。这些谋士向来骄傲，看到他们如此神情，就连曹操也都是第一次。很快，所有人都纷纷退下，他们连夜开始挑选合适的人选，快马加鞭前去完成曹操的命令。曹军营中的武将谋士一夜无眠。数日后，江夏城中，城主府内的议事厅中，刘琦收到了刘备求救的密信，他立刻就召集了所有麾下的将士们。诸位，刘皇叔昔日对了所有麾下的将士们，诸位，刘皇叔昔日对我有恩，如今遭难，我肯定不能坐视不管，所以派遣所有的战船前去接应刘皇叔，护送他们到江夏城。可一名刘琦手下的将军却站了起来，满脸的担忧之色。公子，万不能将刘备接入城中啊！刘备对公子来说，分明是洪水猛兽。刘琦两眼一瞪，怒斥道：住嘴，休得胡说！可那人却直接跪在了地上。公子，我说的都是肺腑之言啊！那刘备擅长拉拢人心，若是入了江夏，那江夏城岂不是成了他的？而且刘备麾下有数千精兵，关张又有万夫不当之勇，现在还收了诸葛亮那奸诈狡猾之徒，只怕入了江夏便要反客为主了。刘琦有了一瞬间的犹豫，是啊，江夏城还能有2个主人吗？但很快他就断言道：好了，不要再提起这件事了。刘皇叔仁德恩义，断然不会做这等忘恩负义的事情。按照我说的去准备吧，即刻出发，不容有误。襄阳城，蔡瑁府邸之中，张允急匆匆赶来，见面就问道：德归，这么急叫我来做什么？蔡瑁抓起张允的手就朝着后院走去，低声说道：曹操派人来了。张允一惊，怎么说的？这不是密使刚到，我就叫你来了，咱们一起去见他。很快两人就来到了后院书房中，此时书房中正站着一名中年男子，虽然只是一个密使，却也昂首挺胸，气度不凡。见过蔡将军、张将军。密使见到两人前来，顿时拱了拱手。蔡瑁连忙上前问道：丞相差你来，有何贵干？密使微微一笑，顿时拱了拱手。蔡瑁连忙上前问道：丞相差你来，有何贵干？密使微微一笑，从怀中掏出竹简说道：我是来替丞相送密信的，丞相还有话让我带给2位。张允上前接过密信，查看了一番，发现这就是一道劝降书，让我们归降。他眉头一皱，表情有些不悦。要知道如今刘表病重，荆州军权都落到了张允和蔡瑁2人的手中，他们在荆州就是土皇帝一样的存在，为什么要臣服在曹操脚下？可密使却丝毫不惧，朝着上方拱了拱手，清清嗓子说道：丞相让我来告诉你们，归降乃是唯一的出路。如今曹丞相带50万大军南下，兵锋所指，莫不臣服，有那不开眼妄图抵挡
丞相的。下场唯一一死，当时有几人能和丞相争雄？蔡将军、张将军，你二人比那袁绍如何？曹操正是灭了袁绍，才成为天下第一诸侯，又是大汉丞相，挟天子以令诸侯，声势达到了顶峰。而蔡瑁和张允不过是暴发户，自然比不上43公的袁绍。强如袁绍都被灭了，他们两人怎么可能挡得住曹军？况且如今的荆州也不是只有他们说了算的，还有诸多隐患呢。如今丞相让我来令二位归降，说起来也是为了二位将军好，否则真要和丞相作对，不日几十万大军便兵临城下，到时候你们拿什么阻挡我军铁骑？最终只有城破生死而已。密使陡然提高了声音，张允和蔡瑁两人身体顿时一颤，眼神中就多出了几分畏惧，不似之前的强横。看到时机一到，密使微微一笑，不过若是两位将军愿意归降，曹丞相答应你们保留如今的地位，甚至加官进爵，也会帮助你们扫平障碍，两全其美。蔡瑁连忙问道：丞相果真是这么说的？密使神色傲然，我就是代表丞相而来的，说的也自然是真的。既然如此，那还请密使容我二人商议一番。蔡瑁拱了拱手，态度谦卑了许多，让人将密使送入客厅中等待之后，两人就在书房中商量了起来。德归真的要降曹吗？张允询问道。蔡瑁凝重的点头道：不错，曹操是大不能相抗，而且他承诺我们归降之后，依旧让我们管理荆州，这样说来我们没有什么损失。沉思片刻之后，张允点头道：我看可行，到时候荆州依旧还是你我说了算。此二人一个是荆州牧刘表的小舅子，一个是刘表的侄儿，两人却都惦记着刘表手中的权力，也该刘表倒霉。只不过曹操令我们对付刘琦，同时还要我们帮忙追杀刘备呢。蔡瑁叹息道：他们想要荆州，却又不想出力，因此看到这些条件之后也皱起了眉头来。张允却冷笑一声：叔父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，对付刘琦是早晚的事情，现在有曹操帮忙，更是事半功倍，何乐不为呢？至于刘备，顺手的事情而已。现在的刘备就像是丧家之犬，被一路追杀，他们当然没有将刘备放在眼里，毕竟荆州也有10万精兵，而且都归他们两人掌控，追杀一个刘备，按照他们的话来说，那就是顺手的事情而已。蔡瑁也深感所以的点了点头，说道：好，那就这么顺手的事情而已。蔡瑁也深感所以的点了点头，说道：好，那就这么办。于是他提笔写下了降书，说明他们愿意按照曹操的指令办事。将降书交给密使之后，他们还拿出金银送给密使，让他回去给曹操说几句好话。送走密使之后，他们便调集兵马前去追击截杀刘备，同时也准备好应对江夏的刘琦。密使马不停蹄，不过3日便回到了曹军营中，将降书交给了曹操。看完降书之后，曹操大喜，猛然站起身说道：好，如今蔡瑁、张允已经归降，荆襄9郡指日可待。荀攸等人立刻起身贺喜主公。这也是因为主公的精妙计策，曹操心中更加欣喜，意气风发。之前灭袁绍统一北方，如今若是再取荆襄，那天下2/3尽归其手，还有谁能抵挡曹军声威？胸膛中的野心开始不断的膨胀蔓延。当天夜晚，曹操心情大好，似乎已经预见到荆州在手的景象，于是又带足了酒肉前去伙房。要知道之前的他除了巡营之外，几乎不会到大军后方中去，但现在那伙房中似乎有某种魔力在吸引他前去。这一切的改变都是因为一个叫叶凡的火头兵。对了，许褚，今日你不用跟我去了，对于叶凡的事情，对任何人都要保密。许褚愣了一下，要知道他向来都不离曹操半步的，不过此时他也只能点头道：明白了，主公。很快，曹操就脚步轻快的来到了伙房，果然又在这里见到了叶凡。这家伙难道是吃不饱的吗？怎么每日都在伙房中偷吃呢？心中虽然是这样想的，可他却很高兴能够在这里见到叶凡，这几乎已经成为了两人的默契。先生，我又带酒肉来了。听了先生的话，我回去之后果真得到了赏赐，不过我可不敢独自享用，这不送来给先生。说着，他熟忍的将筋肉放在桌上，从摆放碗筷的地方拿出了2个碗倒满了酒，又将熟肉从盒中取出，就好像这些事情做过很多次了一样。若是不认识曹操的人看到这一幕，还以为曹操是个酒肆的小厮呢。做完这些事情之后，曹操才看向了叶凡，只不过这一次叶凡并不像是之前那样熟络，反而是蹲在地上，拿了根树枝正勾勾画画，嘴里似乎还嘟囔着什么，有时候还停下来思考一下，很是入神。先生，你在想什么呢？曹操靠近，一句呼唤总算是让叶凡清醒了过来。你又来了。叶凡抽抽鼻子，眼中顿时一亮，连忙跑到了桌子前，端起碗来就喝了一大口，美美的呼出口气。啊，舒服。曹操见状也都不由得莞尔一笑，似乎这个大菜很好养活的样子。若是先生喜欢，我就多送来一点，那感情好。离了什么就是不能离了酒啊。叶凡笑的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线。曹操也转身坐下，将刚进来时候说的话又说了一遍。先生，之前您告诉我的计策，我回头就给将军们说了，结果我就得到了赏赐。叶凡拍了拍自己的脑袋，我那是喝多了的酒后之言，你也当真，真是笨。其实他担心的是面前的小兄弟万一跑到丞相面前大放厥词，再被曹操一生气给丞相面前大放厥词，再被曹操一生气给砍了，那他可就少了个酒友啊。听到又骂自己笨，曹操却也不在意，就像是习惯了一样。哪有，先生的计策十分精妙，我听将军说，就连丞相手下的谋士们都十分震惊呢，而且丞相也是按照计策去做。呵呵，百密一疏啊。叶凡摇了摇头，自顾自地喝着酒。曹操顿时有些疑惑，先生，什么百密一疏？还有刚才先生在想什么呢？这么入神，就连我来了都不知道。我想的也是前几日教给你的计策，百密一疏。叶凡捏起一块肉放进了嘴里，嘴唇上满是油。曹操心中一惊，那些计策不光连他觉得精妙，就算是他手下的谋臣也都不停夸赞，竟然还有疏漏，请先生教我。他虚心地说道。叶凡将手上的油渍随便擦在了身上，脸色凝重道：其实也很简单，我那日是光想着荆州的事情了，却忽略了荆州的邻居。邻居？曹操一愣，笨，邻居当然就是江东啊。叶凡咂咂嘴，继续说道：荆襄9郡如此富饶，江东怎么可能会不动心？而且此时荆州渐乱，难保江东不会趁机前来分一杯羹啊。一语惊醒梦中人。曹操听完也惊出了一身的冷汗。叶凡没有察觉到曹操的异样，反而越说越兴奋了起来。他的一身才智就好像只有面对身前这个酒友的时候才能施展出来，这种感觉令他也十分怪异。江东之地自古富庶，足够的钱粮能支持他们组成大军，且江东人才辈出，周瑜、鲁肃之流都是当世人才，江东水师更是横行天下军，且江东人才辈出，周瑜、鲁肃之流都是当世人才，江东水师更是横行天下。即便是如今的曹丞相兵多将广，声威如日中天，也必须要重视江东之地，否则将来会在江东的身上吃大亏的。之前他也去过江东求职，因此对江东也算是了解。可惜江东朝堂之上几乎都是世家门阀，叶凡一介布衣，根本得不到重视，所以他才离开了江东，直接进入
进入了曹营。曹操在一旁听着，脸色逐渐阴沉了下来。他已经知道了叶凡的本事，因此对于叶凡的话深信不疑。不过他一直都比较重视江东，先前他光顾着灭刘备、取荆州，这才有些忽略。如今被叶凡点醒，方才重新重视了起来，而且重视的程度比之前更深。看到曹操沉默了起来，叶凡突然笑道：“如今丞相采取行动对付刘备，说不定江东那里也都已经行动了起来。要知道周瑜之辈一直雄心壮志，如今有机会插一脚的话，肯定不多错过。不过也不用心急，江东之地可不像是咱们的曹丞相，对于治下有着绝对的掌控力。孙权要考虑的也不是只有这么简单。孙权此人年纪轻轻就接过了父兄之志，继任江东之主，他想要证明自己能够超越父兄，却还需要压制门阀士族，想想就心累。而且他们肯定有所顾虑，不敢全力招惹曹军，至少也要等到刘备的事情尘埃落定。”曹操眉头一皱：“刘备和江东有什么关系？关系可大了去了。”叶凡心中冷笑：“若是不灭刘备，将来那就是孙刘联军啊。”他缓缓说道：“若是用刘备来牵制曹军的话，他们的胜算可就大了不少。否则单凭他们江东之地，也难以抵挡曹军的。”曹操默默点头，想不到叶凡竟然连这么远后的事情都想到。他再一次被叶凡的才智震惊住，足不出户就能洞悉如今天下的局面，简直令人叹为观止。他低着头思索了起来，心中暗道：若是让江东占据了江夏等地，便可作为江东的跳板，进可攻，退可守，占尽天时地利。到了那个时候，我军可就处于被动了。如今这么好的局面，可不能让孙权等人前来破坏。一想到这里，曹操心中就焦急了起来。这几日唯独没有布置关于应对江东的事情，于是他再也坐不住了。先生，我有点要事离开，这些酒肉还是你独自享用吧。叶凡皱了皱眉头，干嘛这么着急？酒肉可不能辜负啊，等下次再来和先生对饮。说完，曹操就急匆匆地走出了伙房。叶凡有些懵，但却并没有在意，反正有酒有肉，还不用操心。整个曹军营中，怕是只有他这么舒坦了。曹操3步并作2步地回到了自己的大帐中，又是连夜召见麾下将士、谋臣。没多久之后，曹仁、徐晃和贾诩、程昱等人便来到了大帐中。他们不明白为何曹操又再次深夜召见了他们，但经过上一次深夜召见之后，他们明白肯定是曹操又有了什么想法。贾诩等人心中泛起嘀咕：为什么丞相的想法都是在深夜冒出来的？可他们不会知道，这可不是曹操的想法，而是曹军之中一个普通的火头兵。诸位，这可不是曹操的想法，而是曹军之中一个普通的火头兵。诸位，前几日的计划虽然在进行着，但我突然想起我们忽略了一点，那就是江东之地。我们要拿下荆州，江东肯定不会甘心的，他们也不会老老实实的任凭我们取得荆州，否则江东之地距离我们就只隔着一条江了。不需要多说，众人便直接明白了曹操召集他们的用意，纷纷沉思了起来。毕竟不管文武，之前还真忽略了江东，如今想来心中也都十分凝重，他们都是当局者迷了。丞相，江东确实是心腹大患，即便是他们不敢光明正大的和丞相为敌，但趁着丞相灭刘备的时候，突然进军荆州，夺取江夏等地，也不是没有可能的。荀攸开口说道，随后向着曹操继续说道：如今之计，只有分兵钳制江东，令他们不敢轻举妄动。程昱也点头说道：不错，必须要让江东明白，若是他们进入荆州，那就是我们曹军的目标，令他们心生畏惧才好。曹操缓缓点头，正是，我们必须要让江东孙权小儿明白，荆州如今已经归我曹军所有，不容他们染指。听闻要分兵钳制江东，诸将都纷纷激动了起来。如今夏侯惇、夏侯渊两兄弟去追杀刘备了，而他们只能在军营中等待消息，早就已经急不可耐了。曹仁第一个站出来请战，他本身的伤势就只是皮外伤，几天的时间也都已经恢复了。主公，我愿带兵前去，这一次愿立下军令状，定然不让江东跨江一步。丞相，臣也愿往。一名身材高大、眉眼如电的将军也站了出来，沉声说道：此人便是斩杀了单于踏顿，从而一举成名的张辽、张文远。周身散发出的压迫感令常人都不敢靠近。徐晃、曹洪、于禁等心腹大将都纷纷站出来请战，他们都想要用军功来提升自己的功绩，自然呢不肯落于人后。就连一直护卫曹操的许褚也来到堂前请战，看着麾下的一批战将，曹操心中自然欢喜，能够让这么多人为他卖命，也是一种高明的手段。只不过这一次，他却挥手拒绝了手下大将的请战。这一次令全军开拔，我亲自率军前往，先灭刘备，再取江夏，震慑江东，荆州之地自然尽在掌握。曹军开拔，浩浩荡荡扑向江夏的方向，而另外一边的襄阳城中却是另外一番景象。在豪华的府邸之中，刘表虽然身穿华服，但脸色泛黑，明显已经重病，双眼也失去了神采。即便是如此，蔡瑁、张允等人现在也都还不敢对身为荆州牧的刘表做什么。一时厅中，刘表看向了张允、蔡瑁，又看了看站在身旁的蔡夫人，以及生性懦弱胆小的小儿子刘琮，不由得叹了口气。如今曹操率大军南下，而我的身体也一天不如一天了。万一有一天，到时候谁能统帅荆襄？张允连忙起身道：叔父，不要说这些丧气话，您的身体肯定会好起来的。再说不还有我们吗？刘表叹了口气，看了看刘琮后说道：你们不用宽慰我，我的身体自己清楚。从儿年龄还小，可他哥的刘琦最像我年轻的时候，为人还小，可他哥的刘琦最像我年轻的时候，为人也宽厚有礼，值得追随。他的意思虽然隐晦，但在场的人也都明白，刘表选择的还是刘琦作为继承人，即便是因为蔡夫人的坏话而不喜刘琦，他也依然要这样做。若是有时间的话，让刘琦到襄阳来吧，我也想要见见他。蔡瑁、张允的脸顿时就黑了下来，毕竟他们想要拥护的可是刘琮啊。之前他们也处处针对刘琦，说刘琦的坏话，将来若是刘琦继承了荆州牧，那他们可就要倒霉了。蔡夫人眼珠一转，连忙柔声说道：好了，你的身体不好，赶紧回去休息吧，这件事情等到之后再商量也不迟。刘表对于蔡夫人十分宠爱，于是便笑着点了点头。等到刘表休息之后，蔡夫人才回到了议事厅中，此时气氛显得有些凝重。现在该怎么办？你们也知道，咱们得罪了刘琦，绝对不能让他接任荆州牧的。蔡夫人脸色阴沉的说道。蔡瑁叹了口气，眼神逐渐狠厉起来，他刘表不仁，就别怪我们不义了。反正现在刘表的身体这么差，事事都要依靠我们，有我们在，刘琦就不可能接收到任何关于这里的消息，到时候再给他扣上一个不孝的罪名。蔡夫人也连忙点头，说得对，刘琦什么都不知道，怎么和我们争？对了，姐姐。蔡瑁突然话锋一转，我们已经归降曹操了，他说只要我们帮忙对付刘备和刘琦，就不会对我们怎么样，还能令我们加官进爵呢。蔡夫人也很是聪明，她阴冷一笑，也好，这样也能利用曹操来得到我们想要的。随后她将刘琮也叫了过来，露出了阴冷一笑，也好，这样也能利用曹操来得到我们想要的。随后她将刘琮也叫了过来，露出了一张笑脸。从儿，你知道我一直都宠爱你，我们都支持你来继承荆州牧。刘琮本就不敢反抗，而且蔡夫人、蔡瑁等对他都很好，他也愿意听从蔡夫人的话，全凭母亲安排，我都听母亲的。襄阳城中勾心斗角，老实人只有刘表一个，而刘备那边却几乎已经快要到了绝路。原本刘备就只有5000精兵，根本无法和曹军抗衡，可偏偏他不愿意抛弃百姓，导致他们的速
速度很慢，连日的追杀已经让他们疲惫不堪了。而且就在不久前，他们几乎就要被夏侯两兄弟给追上，一番纠缠才终于脱身，但队伍都被冲散，重新聚拢之后，发现甘夫人和阿斗失散了，这让刘备心中焦急不已。毕竟他只有阿斗一个儿子。主公，末将愿意率一小队轻骑前去搜寻夫人和公子的下落，同时抵挡曹军。身着白袍的赵云即便英武，可连日奔逃让他看起来也憔悴了不少，但一双眼睛依旧锐利坚定。刘备心中一阵感动，但他怎么可能会同意这样的事情？万万不可！女人如衣服，兄弟如手足，你我情同兄弟，我怎么会为了衣服而舍弃手足呢？即便是找不回来，我也不愿意失去你啊！这话让赵云感动得一塌糊涂，但心中的想法却更加坚定。主公，赵云得主恩义，定当以死报之。若是找不回夫人和公子，赵云情愿和曹军死战。说完，他不等刘备同意，直接翻身上马，率领10几轻骑绝尘而去。子龙啊！刘备大声呼唤，看起来十分懊恼。张飞此时来到了刘备的面前，嗓门依旧大得很：“大哥，子龙兄弟一定不会有事的，咱们还是赶紧逃，等到前面的长坂坡，我去桥上抵挡一阵，定然保大哥安然无恙。”三弟刘备一脸悲痛，但很快就被簇拥着继续奔逃。一旁的诸葛亮将这一切都看在眼里，回头看向曹军追击的方向，仿佛穿过空间看到了如狼似虎的曹军。今日之耻，亮记下了。曹操大军已经开拔，同样朝着刘备的方向追了过来。如今的情况是曹操大军在后，夏侯惇和夏侯渊率领虎豹骑精锐在前方追赶，最前方就是逃命的刘备。这次的曹操已经下定决心要除掉刘备，同时攻下江夏，进而夺取荆州，因此行军的速度很快。此时他正坐在车辇上，按照叶凡教给他的开始分析当前情况。程昱却骑马来到了车辇旁，弯下身子说道：“丞相，前方有急报传来。”念，车辇中传来曹操的声音。程昱这才打开急报，看了一眼，眼中顿时一亮。丞相，急报上说刘备的夫人和儿子被大军冲散，如今不知道藏在了什么地方。夏侯将军正带人四处搜寻呢。曹操突然探出头来，将程昱手中的急报拿在手里扫视一眼，顿时大笑了起来，哈哈，刘备这大耳贼，竟然连自己的家眷都抛下了，看样子是真的到了穷途末路啊！你让人去告诉夏侯惇，就说务必要找到刘备的夫人和儿子，到时候不怕刘备不回来。是，丞相。程昱急忙刘备的夫人和儿子，到时候不怕刘备不回来。是，丞相。程昱急忙去办了。曹操心中顿时大好，嘴角的笑容都带着几分冷意。呵呵，刘备，你妄称仁义仁德，若是就连自己的夫人儿子都不要了，若真如此，我看你这虚名还留不留得住？长坂坡，曹军虎豹骑已经追杀至此，落在后面的百姓溃散开来，四处奔逃，场面十分混乱。即便是曹军的精锐，也不想随意击杀无辜的百姓，因此追击的速度也被拖慢了。就在混乱之中，有一小队轻骑冲进了人群之中，领头者乃是一名白袍将军，手持一杆亮银长枪，枪尖散发着锐利的寒芒，正是赵子龙。赵云一马当先，手中长枪一挺，便刺死了前方的一名曹军。锐不可当，因为只有10几骑而已，他们行动起来也十分迅速，竟然在混乱的人群之中横冲直闯，想要搜寻甘夫人和阿斗的下落。不行，这样下去根本就找不到，除了奔逃混乱的人群，周围还溅起烟尘，导致想要在这样的情况下寻找到甘夫人，简直就是痴人说梦。他抬眼看去，发现不远处树下正有一名老人狼狈地坐在地上，似乎是无力逃跑了。于是他便直接纵马上前：“老伯，可曾见到甘夫人？”这些人都是新野的百姓，因此他们也都见过刘备和他的夫人。况且刘备等人的衣着和普通百姓就很是不同。我见到了，好像是在后面一堵墙的地方。没想到老者竟然真的给了赵云一个线索，只不过他所说的方向乃是曹军的方向，若是前去的话，有可能会陷入曹军之中。赵云却没有丝毫犹豫，心中意志无比坚定，那就是帮助刘备找回夫人和孩子。如今这个地方原本属于一个小小的村庄，但因为战乱早就被废弃了，所以随处可见残垣断壁。赵云不敢耽误，招呼手下兵士便朝着老者指向的方向冲去。沿途只要有曹军阻拦，统统都被刺于枪下。虽然率先追来的乃是曹军之中有名的精锐虎豹骑，可现如今场面十分混乱，到处都是人，虎豹骑也无法展开阵型，也无法进行冲锋，没有了用武之地。同时赵云武力惊人，因此根本不受阻拦，只不过他身后跟着的10几个轻骑在不断的减员，或是被杀，或是被冲散，逐渐只剩下了赵云一人。夫人，他一边前进一边大喊。终于在刺死10几名虎豹骑后，他听到了微弱的回应：“将军。”赵云循着声音发出的地方看去，就看到一堵矮墙之下，甘夫人正趴在那里。如今抬头看了过来，夫人，他连忙跑了过去，翻身下马后单膝跪在了地上：“夫人，我终于找到您了，主公让我来护送您回去。”甘夫人看起来十分虚弱，脸色苍白，其中大部分原因是因为受到了惊吓，她挪开了自己的身体。赵云这才发现原来刘备的公子阿斗竟然被他护在了身下，此刻竟然也没有啼哭。是公子啊！赵云激动的差点落泪。将军，还请将公子带到夫君的面前。甘夫人将阿斗递给了赵云，赵云连忙接过，用襁褓将阿斗系在了自己的身前，面容坚毅的说道：“夫人放心，赵云即便是拼上这条性命，也会护送夫人和公子回到主公身边的。还请夫人上马。”他将自己的马匹也让了出来，想要扶着甘夫人上马。可是甘夫人也是聪明的女人，她知道自己现如今只是个累赘，若是跟着赵云，只会连累他们一个都逃不出去。于是她最后深深看了一眼襁褓中的阿斗，眼眶瞬间红了：“将军，全靠你了。”说完，甘夫人转头看向了不远处的一口枯井，竟然直接跑了过去，跳入了枯井中。等听到扑通一声的闷响之后，赵云才终于反应了过来。他跑到枯井前，看到甘夫人已经死在了井中，顿时无比自责：“夫人为何要这么傻？”他悲痛了一会，低头看了看阿斗，眼神又逐渐变得坚定起来：“夫人，我一定不会让公子有事的。”赵云翻身上马，手中长枪一抖，开始朝着当阳桥的方向冲去。可惜和来的时候完全不同，如今这个地方已经被曹军占据，混乱的局面也逐渐平复。放眼望去，都是身穿盔甲的精锐虎豹骑，虎豹骑也发现了白甲的赵子龙，纷纷围拢。望去都是身穿盔甲的精锐虎豹骑，虎豹骑也发现了白甲的赵子龙，纷纷围拢了过来，让赵云陷入了包围之中。杀！赵云迸发出了体内所有的力量，眼神变得凶悍无比，一杆长枪不停游走，
犹如灵蛇出洞，每一次扑击都能收割走一名曹军的性命。如今他的心中只有一个心念，那便是护送主公的公子逃出升天。噗噗噗！不过片刻的时间，赵云就杀入了曹军之中。死在他手中的曹军足有10几名之多，鲜血溅在他的身上，甚至将他的都被鲜血染红了。单骑闯阵，靠的便是匹夫之勇。而如今的赵云，便是天底下最可怕的匹夫。曹军之中一名将领看到了赵云的勇猛，顿时升起了鄙视的心思，于是纵马上前。贼将哪里走？让我来会会你。将领挥舞一杆长槊，腰间还配着一把长剑，纵马挺身而来，气势汹汹。赵云现在哪里肯被纠缠？他深知自己不能停下，否则只有死路一条。于是继续向前冲杀，只等到曹军将领来到了他的身后，他这才猛然回身一枪捅出，直接连带曹军将领的铠甲和身体一同洞穿。视线一扫，赵云看到了曹军将领腰间的长剑，随即拨马回转，在曹军将领掉下马之前，将佩剑一把抓了过来。嗡，利剑出鞘，寒光冷冽，锋利的像是看一眼就会受伤。剑身之上还刻有青钢2字，这是青钢剑，这是青钢剑。赵云心中一喜，有此等利器在手，冲出包围似乎多了几分胜算，谁还敢战我？咆哮之声像是游龙出水，光是一声呐喊，竟然就让虎豹骑不敢前进。此时2名曹军将领策马赶来，此2人分别是曹仁部将淳于导、曹洪部将晏明。敌将修得猖狂，赵云勇猛，所有人都能看到，因此也顾不得以少打多。2名悍将从斜刺里杀出，一人挥刀斩向赵云胯下坐骑的马腿，一人持槊举天砸下。遭遇2名将领的围攻，赵云却丝毫不慌，只见他缰绳一抖，胯下宝马的前蹄竟然高高举起，直接躲过了斩马腿的攻击。同时他左手轻削剑朝着斜上方狠狠削去，当寒光一闪，晏明手中长槊竟然直接被斩成了2段。好剑！赵云不由赞叹一声，随即怒目而视，长枪向下刺去，手中宝剑也朝着斜前方横扫而去。淳于导被一枪刺中胸膛，随即战马的前蹄狠狠踏下，直接踏碎了他的胸膛。青钢剑削铁如泥，直接划开了晏明的盔甲，在他胸前留下了一道细长的伤口，鲜血横流。糟了，手中没有了兵器。晏明心中大惊，立刻不顾形象的拍马逃走，却被赵云轻易赶上，手中长剑一抖，一颗人头便高高飞起，又是2员战将被击杀。一颗人头便高高飞起，又是2员战将被击杀。赵云沾染了鲜血的模样也显得狰狞凶恶了起来，不似人间凡人，更像是神将下凡。眼看着周围敌军被震慑住，赵云立刻向前冲锋，长枪在前开路，青钢剑近身防御，所有刺过来的兵器都被瞬间斩断，连斩10数人，尸体皆横尸2侧，鲜血染红了地面。眼看敌军聚集向自己前方，赵云立刻调转马头，重新杀了回去，不想死的统统让开。刀光剑影之中，又有10几人被杀，普通士卒在赵云的面前甚至接不住会爪。勇猛的赵云一人就堪比一军，冲锋起来摧枯拉朽。今日在场的曹军心中都多了一个白甲将军的阴影。赵云就这样来回冲杀，拉着敌军，看似左冲右突，毫无章法，但实际上他正是在寻找包围圈的薄弱之处。只要等到他们露出破绽，那便是突围而去之时。就在赵云在包围圈中杀来杀去的时候，精锐的虎豹骑外围顿时多了大量的弩手、弓箭手，只待一声令下，箭矢就能将赵云射成刺猬。而曹操大军也已经来到了不远处的高坡之上。曹操居高临下，看着远处赵云凶悍矫健的身姿，眼中迸发出光亮。那白袍将军是谁？一旁的曹仁、徐晃等人顿时就明白丞相真是起了爱才之心啊。曹操身侧的程昱顿时开口道：“丞相，此人乃是刘备军中战将赵云赵子龙，哈哈，真是一员虎将。我看此人勇猛，竟然不亚于天下无双的吕布。此人若是能为我所用，当然会让我军如虎添翼。传令下去，不要放箭，活捉赵云。”曹操看了欢喜不已，就像是当初欣赏关羽一样，心痒难耐的想要将人招揽到自己麾下。很快虎豹骑就接到了命令，不得不让弓弩手全部撤去，更多的虎豹骑围了上来。可赵云实在勇猛，几番冲杀下来，竟生生将包围圈杀出了一个缺口。就是现在，赵云顿时绷紧了身体，双腿一夹马腹，胯下战马竟高高跃起，猛然从缺口之中冲了出去。随后他马不停蹄，朝着当阳桥的方向绝尘而去。曹操见状，顿时吃了一惊，连忙下令道：“快追！”赵云勇猛，犹如神将下凡，势不可挡。加上曹操的命令，竟然直接杀得虎豹骑胆寒，让赵云逃出升天。哈哈哈！畅快的大笑从马背上传来。赵云回头看了看曹操大军，不敢有丝毫的停歇，低头看了看怀中的阿斗，虽然襁褓染上了鲜血，但阿斗却没有受到丝毫损伤。幸好这下能向主公交代了。曹操脸色十分阴沉，眼看着赵云离去，后方的虎豹骑却根本就追不上，他心中在懊恼放走了如此一员虎将，若是能够收为己用，那该有多好。就在此时，一名探马匆匆来到了曹操身后，跪地说道：“报丞相，江东传来密信，之所以曹操令全军开拔，就是因为忌惮江东，所以在听到有江东的消息之后，曹操连忙转头看去，询问道：速速报来。”探马不敢耽误，连忙说道：“密信上说几天前周瑜就已经集合江东水师，率领10万之众出发，如今应当已经到了江东水寨，距离荆州只有一江之隔。一江之隔对于江东水师来说确实不算什么事，他们有着数量众多的战船以及大量的水兵，一个冲锋就能抵达荆州。”曹操听闻，顿时面露寒色，果真又叶凡被言中了，江东真的有所行动，时间紧迫了起来。原以为江东怎么也会稍微忌惮一下自己，再让自己拥有一些时间用来应对江东，却不想江东的动作竟然这么快。果真按照叶凡所说，江东乃我之大患啊！身侧的几名谋士纷纷皱起眉头，脸上也阴沉了下来。主公不能再继续等待了，原本我军目
标就是灭刘备，夺江夏，收取荆州，南拒孙权。可如今一个都还没有完成呢。荀攸上前一步，声音低沉的说道。程昱也开口说道：江东来者不善，我们现在却不能拿他们怎么样，所以需要尽快平定荆州。曹操缓缓点头，不错，时不我待啊，我们现在最需要的就是时间了。可时间不会白操缓缓点头，不错，时不我待啊，我们现在最需要的就是时间了。可时间不会白白等人的。随即他抬起头来，看着面前的将军们，沉声命令道：传我命令，全力追杀刘备，不让他有丝毫喘息之机，速战速决。区区数千兵甲，竟然拖了这么久。夏侯惇和夏侯渊是做什么吃的？此时的曹操是真的焦急了起来，拖得越久，对江东越是有利，甚至就连荆襄9郡都容易落到江东的手中。就连刚才放走了赵云的懊恼，此时都冲散了不少。毕竟相比于一员战将来说，他更想要让刘备消失。得到命令的将军们纷纷上马，率领部将追杀而去。大军齐出，远处看去乌泱泱的一片，犹如漫山遍野的巨浪，仿佛是要吞没一切。将军们虽然开始执行曹操的命令，显得十分紧张焦急，但他们内心之中没人觉得刘备能够逃走。毕竟他们已经全军进出，刘备就算是3头6臂也都不可能和曹军抗衡，说不定长坂坡就是刘备隐身之地啊。此时和荆州隔江相望的江东水寨之中，周瑜、鲁肃两人聚在一个大帐之内，商议接下来的行动。刘备被追得很狼狈的，他真的相信他能逃出升天？周瑜斜眼看向鲁肃问道，话里话外都是不相信刘备。鲁肃却微微一笑，虽然不想承认，但刘备是和主公一样的人物，我并不认为他会这么快殒命在曹操的手中，所以我依旧主张联合抗曹。若主张联合抗曹，若是由江东独自承受曹操的怒，对我们将十分不利。当然，这也是主公定下的计策，就等刘备逃过曹操追击之后，我便亲自前往刘备处，想来他们也不会拒绝。周瑜冷冷叫了起来，嗤笑道：若是刘备真有这样的本事，怎么会像是丧家之犬一样被曹军追杀呢？不过既然是主公的命令，周瑜自当遵从。言语之中透露出对于刘备这一帮人的轻视自信，认为他们如此狼狈的逃命，就已经说明了他们的能力。找这样的盟友，对于江东来说真的是唯一的选择吗？鲁肃缓缓点头，大都督放心，鲁肃全心全意为的就是江东，一定辅佐大都督对抗曹操。话虽如此，可他之所以和周瑜一起来水师之中，其实是奉了孙权的命令，也是为了监管周瑜。毕竟他鲁肃虽然深得孙权的信任，可江东的大都督依旧是周瑜，江东水师也都在周瑜的掌握之中。而周瑜的主张则是径直去取荆州，急切的想要立下不使功勋，但这样的风险太大，即便是江东之地兵强马壮，也经不起几次失败。周瑜也自然知道鲁肃想法，而且他现在想的也确实和鲁肃的猜测差不多。他想要直取荆州，眼看着荆州就在眼前，岂有停止的道理？要取荆州，需先取江夏，再图长沙，随后以这2处根据地立足，逐渐蚕食下，再图长沙，随后以这2处根据地立足，逐渐蚕食荆州，这才是最好的办法。虽说荆州有着精兵10万，可江夏此地远离襄阳，正是荆州的偏远之地，否则蔡氏也不会任由刘琦跑到这里来保命。如同长沙也是荆州之中的一大重镇，靠近大江，方便他们江东西出。周瑜考虑的还有一点，那就是现在曹操大军被刘备牵制着，他们则是坐山关虎斗，而刘琦那边自然会出兵接应刘备。殊不知他们江东也虎视眈眈，刘琦出兵之后，江夏空虚，正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。怕是刘琦也想不到江东也对荆州虎视眈眈，若是此时出兵，肯定会马到成功。他们能够一举成功拿下了江夏的话，在荆州就有了立足之地，可以一边抵挡曹军，一边也能让源源不断的江东儿郎进入荆州。周瑜心中想着，越发觉得胸中激荡。如今荆州已经开始动荡，作为江东大都督的他，当然不想安稳度日，而是证明自己的能力。鲁肃、周瑜两人貌合神离，一个愿意冒险，一个更求稳妥，但此时的两人都笑眯眯的，任谁来也发现不了他们心中所想之事。江东的动向让曹操很是担心，同时感慨时间紧迫，顿时倾全力追杀刘备。当阳桥前，赵云远远看到了立于桥头的张飞，已经精疲力尽的他心中大喜，连忙纵马上前，义得救我。张飞也看到了赵云，同时看到了赵云怀中的襁褓，不由得大喜。国王，子龙兄弟，快来！赵云上了桥，张飞上前看了看赵云怀中的小侄子，顿时笑道：子龙兄弟竟然真的将阿斗给带回来了。虽然赵云勇猛，但大概没人会相信赵云能够从曹操大军之中突围而出。赵云神情一暗，可惜夫人她投井了。嫂嫂啊！张飞也不免有些悲伤，但很快就平复了心情，说道：子龙兄弟，快过桥，由我来抵挡曹军。翼德将军，你一个人如何抵挡曹操大军？赵云吃惊地问道。张飞微微一笑，你放心去就是了，大哥就在前面。若是知道你将小侄子抱了回来，不知道该有多么高兴呢。其他的事情由我了。赵云虽然很是担心，但现在的他精疲力尽，之前在曹军中杀了几个来回，已经耗尽了他体内所有的力气，即便是留下也帮不上什么忙了。翼德将军，我到前面等你。说完，他快速过了当阳桥，进入了桥后面的树林之中。张飞就这样骑马站在当阳桥上，等待着后面追击而来的曹